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听过，但至今没有完全解开的谜题——玛雅文明的突然消失。想象一下，1200多年前，在中美洲茂密的丛林深处，矗立着一座座金字塔，高达60多米的石阶像直通天空。祭祀广场上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，祭司穿着华丽的羽毛服饰，仰望星空。天文学家用肉眼记录行星运行，他们的历法精准到能预测日食月食，误差只有几秒钟。然而，仅仅过了几百年，这一切消失了。城市被遗弃，宫殿空无一人，雨林把这些辉煌的建筑吞没，就像文明按下了关闭按钮。更让人不安的是，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战斗遗迹，没有发现成片的尸骨，没有显示出外力入侵的痕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几百万玛雅人究竟去哪了？是战争，是瘟疫，还是某种神秘的天灾？今天我们就要一步步解开这段历史的迷雾。不过我提前提醒你，越听到后面你会越震惊，因为玛雅文明的消失可能不只是一个古代故事，它也许正在给我们今天的人类敲响警钟。首先我们得搞清楚玛雅文明到底有多厉害，因为只有当你知道它有多辉煌，你才会明白它的突然消失有多不可思议。玛雅文明分布在今天的墨西哥南部、危地马拉、伯利兹和洪都拉斯一带。公元前20年，他们就开始发展农业、建村落。到了公元250年到900年之间，进入所谓的古典时期，那是玛雅文明的巅峰时代。他们的城市规模放到当时的世界，简直可以和古罗马、长安相提并论。比凯尔城人口可能超过10万，是当时地球上最大城市之一。他们刻的石刻像艺术品一样精美，可帕一直留下了最复杂的玛雅文字碑刻。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的数学和天文，他们比欧洲人早几百年使用零，能进行复杂的历法计算。他们的历法有好几套：260天的宗教历、365天的太阳历以及长纪历。长纪历精确到能记录数千年的时间，还能预测日食月食，与现在天文学计算几乎一致。所以当我们说玛雅文明消失时，实际上是说这么一个高度发达、懂数学、懂天文、会建金字塔、会写文字的文明，突然集体放弃了他们的城市，让丛林接管一切。想象一下，今天的纽约冬天突然封城，是不是觉得毛骨悚然？考古学家发现，从公元8世纪末开始，玛雅大城市的建设突然停滞，新宫殿、新神庙的修建记录越来越少，人口开始锐减被瘟疫、战争、灾荒、逃难的词汇越来越多。到了公元900年，南部地几乎全被废弃，只剩下北部尤卡坦半岛上的几个城市还在苦苦支撑。比如奇迹一查，更奇怪的是，没有看到毁灭性的入侵痕迹，也没有发现城市被大火烧毁的证据，就像居民一个接一个收拾行李，悄悄离开。你能想象吗？走在丛林里，突然发现一座空城，世界上落满枯叶，没有人类的声音，只有猴子和鸟在跳跃叫嚷。这就是最早进入玛雅遗址的探险家的感受，既震撼又恐怖。那么是什么让玛雅人集体离开？科学家找到的第一个线索是气候变化。通过分析湖泊沉积物和钟乳石，研究人员发现，公元800年到900年之间，这片地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长期干旱，降雨量比平常少得多，有些年份甚至降到原来的1/4。而玛雅人是高度依赖雨水的，没有大河流贯穿他们的城市，农业全靠天吃饭，干旱意味着粮食减产，饥荒随之而来。想象一下，城市有10万人口，粮食供应一下子少了一半，甚至更多，社会会变成什么样？暴动、逃亡、冲突几乎是必然的。但问题是，玛雅人并不是毫无准备，他们修建了巨大的蓄水池、复杂的饮水系统，还会用石灰过滤水，技术相当先进。所以惊涛干旱真的能毁掉他们吗？答案是也许不够，干旱可能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，但后面还有更多。第二个因素是人口和资源压力。考古学家估计，古典晚期玛雅地区人口密度非常高，部分区域每平方公里200人，已经接近现代城市的水平。为了养活这么多人，他们不得不不断砍伐雨林，开垦农田。结果呢？土壤被过度使用，肥力下降，森林消失，水源越来越少，环境恶化得更快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繁荣的陷阱，人口越多，需要的食物越多，为了获得食物砍掉更多森林，结果气候更糟，粮食更少，恶性循环，最终整个系统崩溃。第三个因素是战争。玛雅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，而是由几十个城邦组成，
像希腊的城邦一样互相竞争。论文中记录了许多城邦之间的战争，有的城邦甚至被攻陷后彻底放弃，跑过遗址中发现被毁坏的城墙、成堆的武器，描绘战俘和祭祀的壁画。但汉和饥荒时期，战争只会更频繁，因为大家都缺资源。想象一下，邻国的粮仓还满满的，你会不会打过去？战争不仅夺走了生命，还摧毁了农田和水源，让灾难雪上加霜。第四个因素是政治和信仰的崩塌。玛雅国王不仅是统治者，还是和神沟通的人。当南韩持续，祭祀再多也不吓人，人们就会怀疑国王失去了神的眷顾。一旦国王失去神秘感，统治的合法性也就失去了。考古学家甚至怀疑，在玛雅晚期，一些国王可能被推翻，曾实现了内乱，导致人口外逃。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你就能看到玛雅文明的崩塌图。干旱粮食危机、人口迁移、城邦战争、政治崩塌、城市被遗弃，这不是一天发生的，而是几百年逐步累积的结果。每一个因素就像推了一下舞台，最终让整个文明倒下。但故事还没完，很多人以为玛雅人消失了，其实他们没有，他们的后裔今天还生活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，说着玛雅语，保留着传统服饰和节日。所以消失的是城市和王朝，不是整个民族。这个故事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们今天呢？现代人类会不会也面临类似的命运？答案是非常有可能。环境恶化、气候异常、人口压力、战争冲突，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在面对。玛雅文明的消失，也许就是给我们敲下的警钟。在发展的文明，如果不注意生态和社会稳定，也可能在短短几代人里崩溃。你觉得玛雅文明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是干旱，是战争，还是政治崩塌？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如果你想听我讲玛雅历法和2002世界末日传说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